那最后杀劫如何进行？可有定数？暂无定数，只能等待大潮退去，才可水落石出。但想必是在应节的3教之中展开，故若是能在杀劫降临时迅速扫清西方教，道门应该能少些死伤。西方教也有2位圣人护持，尤其是二师伯，谈何容易呀！说归说，笑归笑，莫拿老师开玩笑。李长寿立刻打圆场，咱们今日只是闲谈，莫要涉及圣人，也不必带入今后之立场。大劫便是大劫，你我还是你我，而今大劫尚未完全落下，凡事或许都还有余地。公明老哥，你的定海神珠可否借我把玩把玩？拿去。赵公明大手一挥，24颗宝珠飞到了李长寿面前，顿时吸引了各处目光。莫说把玩呐，老弟你就是拿去用又何妨啊？老哥傍身之宝可不能随便外泄。李长寿特意叮嘱了一句，随后就对着定海神珠一阵打量。他在斟酌如何提醒赵公明这玩意儿能演化24诸天。琼霄擦了擦嘴角，笑道：只是宝物罢了，又能参透什么？倒不是参悟什么。这定海神珠名为定海，实则并非是单纯的水系法宝，这每一颗珠子当中仿佛都蕴含着一方无尽的世界。对了，这一套宝珠是否还缺了一点什么？贫道一直觉得呀，有可能是缺了12颗，若是36颗定海神珠，这威能不可估计啊！可否让末将一观？全栋在旁边开口道了一句。李长寿略微一愣，赵公明已经是含笑答应。真义薄云天，老公明啊，丝毫不怕旁人对自己的本命法宝做手脚。全栋接过一枚宝珠，细细体会，又闭上双眼，掌心闪耀出一抹浓郁的天道之力，很快就轻咦一声，低声嘀咕了一句。只是这一句吓得赵公明端酒的手都在微微颤抖，侧旁的多宝道人眉头紧皱，李长寿却是面露笑意，其余众人目光尽皆看向此处。无他，玉帝陛下嘀咕的这一句话乃洪荒有名巨事，此宝竟与我天庭有缘。李长寿自是知道玉帝绝对不会贪图什么宝物，他的这一句与天庭有缘其实是指24诸天可以补全天庭，将9重天阙开辟为33重天。原本的封神大劫中，演化24诸天的是燃灯，补全的是尚未出世的佛门。燃灯借此奠定了在自己佛门中的地位，也让佛门在天庭中掌控了一定的话语权。而今这24颗定海神珠9成7的可能是落不到燃灯手中了。赵公明若是能够悟透此间关键，用此宝演化24重天，将会塑造出一个与未来佛门没有太多关联的天庭，就看赵公明如何把握了。但是此时此地，玉帝化身全动说出这句话，赵公明的心底就泛起了一重又一重波澜。赵大爷的目光先是震惊激动，而后便是思索犹豫，随后便变成了果断决然。若是玉帝收了我的宝物，能在大劫中给我们截教仙多一条活路，多一分活命的机缘，便是我实力大损又如何呀？宝物再强，终究是身外之物，大不了以后就学隔壁阐教的太乙，有事找玉鼎。我赵公明就没人护持吗？万事抵不过一句金灵救我。故赵公明心一横，嗓子尖儿一颤，低声道：若是将军看上了这宝。老哥。李长寿在旁低声轻喝，玉帝立刻知晓是赵公明想多了，当即将宝珠放回李长寿面前。全栋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：空明老哥莫要误会，末将言说这宝与天庭有缘，似乎是他可让天庭更上一步台阶。末将鲜少为天庭征战，大多是在凌霄殿前镇守，可用不上这般重宝。截教几位仙人齐齐松了一口气。赵公明纳闷，
我这珠子与天庭有何关联呢？李长寿手指微微轻晃，24颗定海神珠飞回赵公明面前，围绕成一圈，缓缓盘旋。赵公明若有所思，似是捕捉到了一点灵光。侧旁各位也不敢多打扰，毕竟这有可能就是赵公明的机缘。不多时，赵公明眉头轻皱。哎呀，看来贫道回头要好好参悟这套法宝了。李长寿顺势将话题引开，举杯与各位同饮。定海神珠是否能成为赵公明的机缘，其实关键在于天道。若天道给予点拨，或者是明示了定海神珠的作用，凭赵公明的悟性，自不难悟透。李长寿虽然知道大概的方向，可一来不敢多说，二来这始终是推断，故并未直接言明。凡事点到即止，才可不沾因果。几位男仙推杯换盏，话题从大节上挪开，两教仙人此时尚能其乐融融。几位仙子轻笑传声，孔宣与云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两个人身周泛起了些许道韵，似乎是开始坐而论道。李长寿很快就拿出了一些小玩意儿，正式将斗大神牌推广了出来。于是画风很快就变成了三教仙人带玉帝化身酒后打牌，还好没拿什么天庭正神之位做彩头。不觉已过了3日，这一处小仙世界无比平稳，有太极图威能遮掩，又有太清圣人暗中出手，自是稳到了9成。除却须菩提遭暗算时惊动了西方教2位圣人，后面便没有了什么动静。那边放弃得十分果断。李长寿准备妥当，再次进入了那一颗圆球状的灵宝中，神念侵入须菩提的灵台，再次投影成了弥勒的模样。从气息到神态，再到习惯性的动作、微笑的幅度，李长寿将各类细节努力拉满，开口就是一句：明白了吗？须菩提道心一颤，元神再次睁眼，神情已经满是疲倦。他此时尚未注意到自己道心内的异样，这3日他一直在不断的思考，充分考虑，将自己能想到的可能性尽数琢磨，最后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当真是我大师兄？李长寿保持着那般微笑，双眼微微眯起，与须菩提元神对视，论心理博弈。片刻之后，须菩提苦笑了一声，问：可是老师的安排？一般来说，这个时候的问题都是陷阱。李长寿也不知须菩提和弥勒是否为同一个圣人老师的弟子，毕竟西方教有2位圣人，故此时李长寿依然只是微笑，笑容越发诡异。须菩提缓缓叹了一口气，再次闭上双眼。大师兄不杀贫道，定是还有要用到贫道的地方。大师兄尽管言明，你我同为西方教弟子，也曾在灵山修行，虽曾暗自较量，却并无仇怨。贫道也愿为西方教赴汤蹈火，为师兄效命。很好。弥勒伸出右手，须菩提故作不明，但见大师兄笑容渐渐收敛，道心下意识有些收紧。又是一轮沉默。弥勒正要缓缓放下右手，须菩提目中划过几分挣扎，却还是一直点在额头。一道灰色的身影自他元神眉心处飞出，凝成一只灰蒙蒙的光点，被弥勒握住。圆球之中，须菩提的额头飞出一滴精血，李长寿双手掐了一个复杂的法印，这精血瞬间凝固成了水滴状的血石。法印不停，一道道锁链出现在血石周遭。妖皇求神诀，那一缕灰气自须菩提道躯胸口飞出，钻入血石中，化作须菩提的虚影，被血石完全禁锢。自此，若今后要灭杀须菩提元神，只需要催法烧尽这块血石，须菩提的元神便会随之崩碎。须菩提灵台处，弥勒的身形即将消散，那有些无趣的嗓音再次钻入须菩提道心。且在此地养伤，时机合适自会放你出去。若是老师问起，或是你我在其他情形下相见，你自知晓如何处置。若贫道未主动去寻你，
就当无事发生。须菩提闻言双目一瞪，这不是老师的意思。我此时只是单纯成了弥勒手中的棋子。须菩提面露恼怒，随即便是一声长叹，嘴角的苦笑越发浓郁。今后明面上的师兄弟将会是暗地里的主仆，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弥勒手中。周遭星光再次闪烁，这一次幻境直接消散，须菩提的元神沉入了无尽的黑暗中，6石再次被封禁。圆球内，李长寿看着自己掌心的这一块魂石，将其用阴阳2气包裹，放入一枚戒指中，转身出了这一处灵宝，自此大功告成。今日后，混沌海边缘，一颗圆球缓缓地从混沌海中飘来，在天道之力的壁垒前，砰的一声炸碎，留下了一个胸前染血、气息平缓的老道。灵宝圆球的碎片被混沌气息卷走，须菩提周遭的禁制也接连消散。他睁开双眼，看着周遭环境，立刻用仙力包裹道躯，遁入混沌海中。须菩提的心底回想着刚刚大师兄交代的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大师兄主动提起的，算计杨戬之事需与大师兄的安排互相配合。须菩提对此毫无意外，心底早已经推测到会是这般结果。大师兄是个不肯吃亏、有仇必报的性子，上次被太白星君算计得那么惨，怎么可能没有反制的安排？哼，这很弥勒。第2件事却是须菩提主动问起的。师兄，贫道该如何对师父解释这些时日失踪之事？大师兄给的回复是：我将你放到了混沌海边缘，那太白金星不是说贫道是鲲鹏的第2元神吗？须菩提顿时明白了，这口锅该套到鲲鹏背上。鲲鹏捉了我，以急速遁出洪荒，拷问我有关西方教之事，如此勉强可以在老师那边圆上。说起来，大师兄还真是大胆，同门相残本就是大忌，大师兄直接就做了，还做成了。看来上古时就听过有关大师兄的传闻，都是有迹可循啊。须菩提在混沌海中转了一阵，从另一个方向回返洪荒天地，但他才进入天道壁垒，道心突然一震，连忙内视自身。这又是什么？须菩提看着道心那一缕缕已然扎根的灰气，面色突然变得有些苍白。哪怕修为再高的炼气士，都怕产生心魔，更怕自身被心魔吞噬。而他此时的道心之中，一股股灰黑色气息近乎将道心吞没。须菩提的心底泛起了一阵又一阵纷杂的情绪，悲、怒、杀意，近乎要将他吞噬。哪里来的心魔？须菩提掐指推算，冲入了天道壁垒之后，立刻坐下修行，身周飘起一股股金色光芒，额头渐渐布满冷汗。大师兄，你好狠！贫道道心近乎被你全毁，今后怕是再难向前半步。须菩提睁开双眼，眼底的怒色迅速消退。不对，这并非贫道的心魔，这是被人强行种下的魔念。域外天魔，混沌海边缘，此前沸沸扬扬的传闻，莫非不是传闻？大师兄莫非真的是？须菩提的瞳孔骤缩，隐藏身形，带着满心惊骇，朝着3000世界边缘遁去，想要择地静修，仔细思索此事。若真是如此，我西方教怕是有麻烦，甚至会被大师兄逐步蚕食。贫道已受制于人，也做不得什么了。于混沌海边缘放走须菩提后，又过了半个月，李长寿与此次出手的道门仙人，在共同立下严守此密的天道誓言之后，悄然解散了。虽李长寿不想让云霄立誓，但是云霄主动开口，他也不好拒绝。云霄仙子并不想搞什么特殊化，他希望在三教事务上让李长寿将他单纯的看作是截教外门4大弟子之一。当然在私下里，两个人已经是牵手漫步几个时辰都不想松开的准道侣了。之所以安排这一次共同誓言，李长寿也是用心良苦啊。
当大家一同保守一个秘密时，互相之间会增加一些友谊，多一些关联。只要太乙真人这个稳定开团点不要贸然开团，两教直接爆发大战的概率最起码能低个1成，这个勉强算半层算计。云霄与琼霄一同回返三仙岛时，李长寿也曾经叮嘱他们，让他们多关注一下赵老哥的状态。李长寿有些担心，因为玉帝陛下的一句话就会影响到劫运运转，提前让赵大爷入劫，让定海神珠归属天庭。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，但是李长寿还是选择了稳一手。话说回来，须菩提真会是今后猴子的老师？太白殿中，李长寿先是注视着正带3尖2刃枪远去的天降指道人，心底思索着这个颇有深度的问题。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，毕竟此时洪荒之中与菩提沾边的也就是须菩提了。而且此时须菩提成了我手中的傀儡，今后在算计西方教或者佛门时都可用上。只要须菩提不要自己瞎折腾，我也不会轻易废掉这般棋子。前有文静准师嫂，而今又有须菩提，我对西方教的渗透工作也是颇有成效的嘛。感谢老师这次的亲情相助，这种事也不能多做，毕竟圣人老师可不是我的法宝人，总是请圣人做一些非讲道解或打小圣的活儿，容易降低我在老师那儿的好感度啊。